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的是土耳其这黑海切尔诺莫斯科港海面上一艘货船冒着滚滚浓烟，消防船正在拼命的喷水灭火这不是普通的货船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船。这更离谱的是这已经是10天内土耳其被盯上的第2艘船了。可是更讽刺的是，扛着集体防御大旗的北约，什么美英法德这些所谓的大佬居然集体哑巴了，连句像样的谴责都没有这直接戳破了北约最虚伪的面具。他们第5条盟约，这到底是保护成员国的尚方宝剑呢，还是怕俄罗斯怕到骨子里的遮羞布？今天我们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当中的门道。首先咱们得把时间清楚的梳理一下，这不是孤立的事，是连环报复的连环套。12月2日的时候一艘俄罗斯的货船在土耳其的海岸附近突然被无人机炸了，俄方当时就怒了，直接骂这是恐怖袭击，普京更是放话说要加大回应的力度。结果10天过去了，12月12日下午报应就来了，土耳其一艘滚装船刚停靠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莫斯科港，就直接被导弹命中。这艘船可不是装的军火这全是往返于土耳其和敖德萨的民生物资当时船上的船员和卡车司机吓得赶紧撤离虽然没有死人吧，但船体烧得不成样子，港口作业直接中断。这更巧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袭击发生几个小时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刚在土库曼斯坦跟普京握完手，还主动提议说要搞个能源和港口设施有限停火。这前脚刚谈完停火，这后脚自家的船就被炸了，这简直是当了全世界的面打埃尔多安的脸而且这还不算完，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还发了一个战报，说他们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和集结区。这言外之意就是误炸纯属巧合，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普京兑现之前的承诺说会加大报复力度，只不过把目标从乌克兰换成了给乌克兰送货的土耳其船。说到这咱们必须拎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它是北约成员国这北约成员国第5条盟约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就是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武装袭击就等同于对所有的成员国的袭击，其他国家必须出手相助，甚至可以用武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北约第6条明确规定，成员国的船只在地中海或者黑海这些地区遇袭完全适用于第5条。现在条件全部满足，北约成员国的船在黑海遇袭，在明确袭击方线索，可北约除了内部开了个会交换情报，啥实际行动都没有。这北约秘书长吕特之前还喊着要对俄开战做准备结果这一出事连句话都不敢说了，就只会警告冲突可能会扩延到欧洲，这不就是典型的纸老虎吗？那北约为什么这么怂不是不想硬是真的不敢硬这里面全是算计。首先咱们看俄罗斯这边，人家早就把理站住了。记得11月底乌克兰用无人潜艇炸了俄罗斯2艘油船当时乌方就谴责说是恐怖袭击。现在俄罗斯炸土耳其的船名义上就是报复你乌克兰，顺便误炸一下土耳其的船。北约要是敢谴责俄罗斯立马就拿出乌克兰炸油轮的证据反问，那乌克兰炸我们的时候你们咋就不说话呢？这一下就把北约架在火上烤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那我们再来看北约，什么美英法德这些大国他们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响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就真怕跟俄罗斯撕破脸。现在特朗普政府正琢磨着跟普京谈乌克兰的问题要是因为一艘土耳其货船跟核大国闹翻了，那美国的战略布局全都白费了。而且欧洲各国更怂他们现在还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这真把普京给逼急了，这冬天天然气供应就直接断掉了，老百姓得上街游行所以你看，表面上是北约集体沉默实际上是各国都在算自己的利益，没人愿意真的为土耳其一艘船赌上自己的国运。这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受害者土耳其的态度。这埃尔多安居然没咋闹，按说自家的船被炸了，就算不叫北约帮忙至少跟普京掰扯掰扯。
结果他就发了个声明，轻描淡写的呼吁停火啊，我要停火，连俄罗斯的名字都没提，这背后啊全是利益算计啊。土耳其这2年可是左右逢源的高手啊，一边给乌克兰卖 TB2 无人机赚军火钱呢，一边从俄罗斯低价买油进来，再转手卖给欧洲赚差价。黑海航运啊更是他们的经济命脉呀，要是俄罗斯彻底闹翻，航运中断，能源中断，土耳其经济啊就得崩。所以埃尔多安看似被打脸，其实心里很清楚啊，闹大了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还不如借这个机会啊当调解员，在俄乌中间啊各捞外交筹码。说到这啊，咱们就得聊个更扎心的话题，就是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拿捏北约？这答案是啊，不仅能，而且拿捏的死死的。这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乌克兰，就想要加入北约，想了10几年。这2019年的时候啊，还把加入北约写进了自己的宪法。这结果呢，到现在连个门槛都摸不着。这普京早就放话了，这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就是红线，这跨过去一步就得开打。你以为北约就不想收乌克兰呢？不是不想，是不敢。这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说得很直白，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啊，就是点燃火药桶，可能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这连美国都没真心的帮乌克兰。这特朗普就警告泽连斯基啊，他说白做入北约的白日梦了。这就说明啊，北约看似自愿加入，实则俄罗斯啊手握否决权，只要俄罗斯不同意，你再想加入北约啊都白费功夫。而且这事的连锁反应啊已经开始了。现在黑海的航运保险呢，比月初的时候涨了30%。这全球最大的几家集装箱公司啊，就直接宣布了暂停黑海航线到月底，连运粮食的散船呢都不敢进去。俄乌啊可是全球小麦、玉米的主要出口国啊，中国每年都要从这里进口大量的粮食。现在航运一断，运输成本直接翻倍，咱们的粮食啊、能源的价格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相关部门就紧急开会，紧急找波罗的海、地中海备选的方案啊，就怕被卡脖子。你看，一场小小的袭船事件啊，就直接牵动了全球的供应链，这就是黑海博弈的可怕之处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北约第5条从来不是什么护身符，就是看菜下碟的工具。碰到弱国的时候啊，就耀武扬威；碰到俄罗斯这种核大国，就立马就怂了。而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博弈啊，本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惨的还是那个乌克兰，以为抱上了北约的大腿就能高枕无忧，结果人家连成员国的船都不管，还指望靠北约打胜仗啊，简直是痴人说梦了。